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科恩玛集团。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科恩玛集团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此视频是由老虎集团赞助播出。科恩玛集团 K&M Group Berhad 简称 K&M 成立于2000年7月，主要业务是作为投资控股公司，以管理旗下子公司来经营项目管理、工程、制造和建设可再生能源、电力、公用事业、炼油和石化行业。K&M 的历史背景需要从30年前的1990年开始说起。在1990年的6月下旬，公司创办人 Dato' Abdul Ghani bin Mohammad Razali 和 I.R. Lee Swee Eng 共同创立了 K&M Process System Sdn Bhd。1992年 ，K&M Process System 在马六甲建设了第一家制造厂，以为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工厂的过程设备、钢结构系统、管道系统提供生产设施。在过去的10年中 ，K&M Process System 陆续扩建制造厂和建设新厂，并设法提高客户的信心，使到多家工程承包商不断增加和重复订购。除此以外 ，K&M Process System 也制造了多个创举的大型建设，打破了马来西亚的多项纪录，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光荣。到了2000年7月，管理层成立了 K&M Group Berhad， 以用作上市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工具。2003年8月。K&M Group Berhad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第2版上市，并在2年后转至主板，代码为7164 K&M。在上市不久后 ，K&M 通过收购意大利和巴西的技术公司，迅速扩大了业务，并收购了其在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这些收购使 K&M 能够参与欧洲和南美洲的项目，并巩固其在澳大利亚的业务。当时的 K&M 意气风发，业绩正朝向公司上市以来的最高峰，股价也屡创新高，是股票市场的明日之星。2008年 ，K&M 以17亿令吉收购了德国过程设备制造商 Borsig， 而为了收购 Borsig，K&M 发行附加股以及贷款来筹集资金，结果债务到了2008年年底增加到了14.3亿令吉，比前一年增加了4倍以上。只不过，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打击了全球经济，国际油价大跌，过程设备市场枯竭，以至于石油巨头不愿投资于提高炼油能力，使到公司无法解决过大的债务而举步攀山。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股东惨遭股票行逼仓，被逼卖出7000万股公司的股票，然后就是外国投资机构的抛售、K&M 私营化的消息等等，令到投资者闻风丧胆，纷纷抛售股票，导致 K&M 的股价一落千丈。2013年7月 ，K&M 以12令吉的价格将蒙受亏损的巴西业务全部出售，以减轻公司的亏损程度。除了出售亏损公司 ，K&M 也在2012年和2015年发行附加股，以筹募新资金来应付营运开销和债务，致力于公司的财务重组。只可惜，投资者们已经对 K&M 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K&M 的股价也每况愈下，从最辉煌的8令吉以上跌至7线谷底，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阔别10年之坠 ，K&M 在2019年似乎重新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其股价一度上涨500%以上。不过目前 K&M 的股价已经回调，并处在20线的水平当中。K&M 是一家多元化的跨国集团，其核心业务包括项目管理、工程、制造和建设可再生能源、电力、公用事业、炼油和石化行业、基础设施和建筑物。K&M 的业务运营分布在10个国家及地区，主要切割为3个部分，那就是美洲区域、欧洲区域和亚洲与大洋洲区域。在欧洲的区域中，主要为公司提供收入的有 Borsig 和 FBM Hudson。Borsig 集团是德国的工程和制造供应商，为过程气体废热回收系统、聚冷器、刮板式换热器、膜技术、锅炉系统、压缩机和阀门以及全面的工业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特别定制的解决方案。
至于 FBM Hudson， 总部位于意大利，主要是制造风冷式换热器、废热回收系统、重型换热器、特殊的管壳式换热器以及其他等等。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一些与化学和石化、炼油、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的机械工程啦。截至2019财政年，欧洲区域的业务为 K&M 贡献了总营业额的77%左右，是公司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在亚洲的业务主要是位于马来西亚的 K&M Process System 运营，业务范围从加工厂、模块和设备制造到承包系统提供商以及工厂运营和维护服务提供商。K&M Process System 所完成的工程就有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化行业的炼油厂、压缩机站和凝吸气工厂，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的体育场和污水处理厂，还有再生能源与电力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废料转化能源厂和生物乙醇厂等等。而当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生物乙醇厂，就是 K&M 作为项目所有者和开发商的一项战略性投资，以达到长期发展经常性收入的目的。生物乙醇厂是由 Impress Ethanol 负责运营，总部位于泰国曼谷，主要使用木薯来生产和供应生物燃料乙醇，目前的产能为每天20万升。至于大洋洲区域，也就是澳大利亚，近期有接获 Origin 能源上游营运公司颁发价值2000万令吉的合约。截至2019财政年，亚洲与大洋洲区域的业务为 K&M 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2%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K&M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K&M 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4亿4788万令吉减少了 28.3% 至3亿2132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1056万令吉上涨了 70.3% 至1798万令吉。营业额的减少，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制造厂暂时关闭，泰国工厂的乙醇生产减少，以及欧洲运营机构在2019年第3季度完成了一个中国重大项目所致。至于净盈利的上涨，主要是因为营业利润的增加，但是在营业利润之前的一些项目，如合同成本、销售成本、管理费用和其他收入以及费用等等，都没有显示在季度报表中，唯有在1年1度的年度报表中才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数额出入。至于为什么那些项目不显示在季报中，看来只有管理层自己知道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稍微减少了 1.68% 至38亿350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主要资产都来自于固定资产，也就是归公司所有的土地、建筑、工厂和机械之类的，占了总资产的1/3以上。接下来的就是公司的无形资产和商誉。无形资产是指一些没有实体的资产，包括技术专利和软件、客户合同以及商标名称等等。至于商誉，则是指一家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当 A 公司收购 B 公司时，由于 B 公司拥有地理优势或出色的业务人员， A 公司需多付几倍的价钱来收购 B 公司，那多付的钱就会记录在 A 公司的商誉项目里面。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合同资产以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比起9个月前上升了不少，代表着客户拖欠公司款项有上升的迹象。稍微看回公司的2019财政年的年度报表，可以发现，公司在2019年和2018年分别记录了一笔应收账款的减值亏损拨备，而且也高达总值的28%以上。这也证明这公司的收账能力并不怎么理想。至于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就比9个月前大幅减少了接近一半左右。这究竟是用去哪里了呢？继续看下去或许会有想要的答案。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减少了 5.78% 至21亿202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最为显眼的就是公司的贷款了，长期贷款竟然高达10亿令吉，而短期贷款也有接近3亿令吉，真是有够夸张的高啊！但是仔细留意，其实可以发现，短期贷款比起9个月前已经减少了1亿5千万令吉以上，这应该就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减少的原因。
只不过以公司目前剩余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并不足以解决掉剩余的短期贷款。况且公司还有一大笔拖欠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还没缴清。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这些债务，就要看管理层如何应对了。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稍微增加了 3.28% 至212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和库存量比起去年上升了不少。可惜的是，由于公司的收账能力欠佳，导致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现金流出多了不少。再加上公司偿还了部分供应商的欠款，所以才使到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与去年持平。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流出转为流入，比去年增加了323%左右，至316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的现金流入增加是因为抵押存款增加了不少，还有公司也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的缘故。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与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相反，从流入转为流出，比起去年同季大幅暴跌了将近1600%左右，至1728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看到，比起去年的提取贷款，公司今年偿还了一大笔债务，所以现金流量的差异才会如此巨大。总结来说 ，K&M 的业务是制造和建设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等行业相关的工程，对市场来说还是有需求的。再加上 K&M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开拓了新的业务，目前运营着泰国的生物乙醇厂和英国的废料能源厂，可为公司提供经常性收入，是个不错的策略。只是问题在于，庞大的债务使到公司处境相当艰辛，没有足够的现金流，也导致公司在运营方面步步惊心。还有管理层在应付债务问题上也表现得相当不理想。毕竟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2008财政年开始算起，到最近的2019财政年，也已经经过了超过10年之久，可是债务还是停留在14亿令吉左右，甚至有增无减。而公司的股价却从之前的8令吉跌到了目前的20仙。除此以外，再度爆发的变种新冠肺炎疫情会否严重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绩，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不过须知道，公司有78%以上的营业额是来自欧洲的，所以这方面必须要多加留意才行。对于2021年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看看 K&M 要如何应对眼前的挑战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